大家好，我是来自朝鲜的 AI 主播李东基，下面为大家播报一则恶搞 freestyle， 纯属讽刺搞笑，非正式新闻，仅供娱乐。昨天下午2点钟，金正将军起了个大早，匆匆地坐上了他的马巴赫，开始了辛劳的视察工作。做完野没合眼的将军来到了平壤郊外的厨房施工现场视察。将军一路风尘仆仆，他新来的人民的马巴赫因为赶路开得太快，都被飞溅的泥巴弄脏了。这施工现场，군인们干得了火擦天。听说将军要来，군인们像是被充满了能量，干劲满满。究竟完全不顾个人危险，不但安全帽就坐进了还未完工的房子里，视察每一个施工细节。在现场，周军军做出了错误指示，而一定要建在一楼上。陪同将军视察的官员们纷纷拿出小本本做好笔记，表示一定会遵循将军的指示。只有在将军的动员之下，我们才能拥有熟悉的做饭思密达。金将军多么伟大，为了我们的免费做饭企业日夜操劳，年纪轻轻就换上了陪判证合格学呀！看吧，感谢我们伟大的白头山的后裔金正恩将军的恩情，思密达。好了 ，freestyle 结束了，下面带大家参观一下我家的豪宅，思密达。2022年4月份，北韩官方公布了三将军现身平壤高档住宅区琼楼洞竣工仪式的现场画面。金正恩出席平壤市中心一栋高级公寓的竣工典礼剪彩，并将其中一套楼中楼的住宅送给国宝级的主播李春基。在电视画面中，时年79岁的李春基高兴得像个孩子，兴奋地牵着金正恩的手，陪同将军视察。李春基拉着将军的手，激动地说：“将军给我这么稀有的房子，豪华的像宾馆一样，我全家对党的恩德感激不尽，流着热泪几天晚上都没睡着。”李春基播报资历长达近50年，被誉为是国宝级主播。他慷慨激昂的招牌嗓音更被北韩媒体形容会让敌人肝胆俱裂。几年前就宣布退休的李春基，至今仍备受礼遇。金正恩在赠房时也不忘盛赞李春基，说他多年来手握革命的麦克风，让党的声音响彻万方，同时还与李春基全家开心合照。李春基新居所在的这个高级住宅区被取名为琼楼洞，这里曾是已故太阳金日成的私宅所在地，官媒形容是平壤市内数一数二的风水宝地。在竣工仪式上，民众挤满现场，摇起举花高呼万岁。而就在前2天，金正恩也出席了另一场80层楼高住宅的竣工典礼。由于4月15日就是纪念金日成冥诞的太阳节，所以金正恩赶在太阳节前夕接连出席住宅竣工典礼。此举既是想积极营造贺节气氛，也是想借由展现建设成果来进行大内宣。有一说一，李春基的豪宅放到哪一个国家应该都是价值不菲，数一数二的。那么有人就会好奇，北韩的普通人都住什么样的房子呢？在北韩对外界的宣传中，这是一个住房免费分配的幸福国度，特别是当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还在为买不起房而烦恼的时候，北韩人已经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为什么有许多脱北者的采访中，还有在边境上拍到的北韩一侧的画面中，似乎并不是如此呢？北韩所谓免费分配住房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秘密？欢迎打开 Zero 档案，感谢您的订阅支持。下面将带你到北韩看看将军赐的房，一窥北韩所谓免费住房分配背后的真相。隐藏了纷繁潜规则。当你作为游客来到朝鲜旅游时，你大概率会被导游特意规划这样一条旅游路线，这条路线会经过平壤未来科学家大街。大街两旁的高楼林立，会给人一种摩天大楼现代都市的感觉。为了让你更深刻地感受将军的恩情，导游甚至还会特意让你下车，看似随意的实地走进一个样板家庭，来一次北韩普通家庭体验游。而当人们看到那些200平的大房子，耳边萦绕着导游挂在嘴边的“我们的房子是免费提供的，不要钱”的声音时，
正常人的心里都会问一句：这是真的吗？所有朝鲜人都有这样的待遇吗？朝鲜的住房分配制度通常被外界称为朝鲜免费分房制度，很多不明所以的人听到免费2个字就两眼放光，于是就立刻陷入了自己的臆想之中，想象自己如果是朝鲜人的话该多好，那样就能不用奋斗就住上200多平的大房子。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因为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北韩的住房分配制度基于国家计划经济，理论上由政府统一规划和分配，居民无需购买房屋，而是根据需求和工作单位获得住房。住房通常由工作单位或地方政府负责分配。年轻人结婚后可向单位申请住房，优先级取决于你的家庭状况，比如是否有子女和工作表现。分配的房屋多为公寓楼，尤其在平壤等城市，常见70至100平米的单元房。农村地区则可能是简陋的独立房屋，居民只拥有房屋的使用权，没有产权，不能买卖或继承。房屋属于国家，居民需象征性地缴纳极低的租金。听到这里，你可能感觉一切都好，制度还是挺公平的。但是，当你知道这背后隐藏的潜规则以后，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在北韩，分房的第一个潜规则就是特权阶层优先。高层官员、军方精英和忠诚度高的党员家庭往往能分到位置优越、设施齐全的住房，如平壤市中心的豪华公寓。普通工人或农民则可能被分配到偏远地区或老旧房屋，甚至多年排队无果。如果你不是特权阶级，你又想住上好房子，那你就要懂得搞关系与贿赂这个潜规则了。走后门可以说是常见现象。想分到好房子，往往需要通过人脉，比如单位领导或地方官员，或用现金、礼物等贿赂来提升优先级。例如，有报道称一些居民会送礼给负责分配的官员，以换取更好的楼层或地段。而居民进行幕后金钱交易，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能分配到低楼层，这和朝鲜水电短缺有关。对许多国家的人来说，梦想是住顶楼。在朝鲜，情况可能正好相反。脱北到韩国的年轻人郑思宇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很少有朝鲜人愿意住在公寓的顶部附近。在朝鲜时，他住在一栋13层楼的3楼，这栋楼没有电梯。而他的一个朋友住在40层的楼内，因为电梯不工作，从来没有使用过电梯。郑思宇表示，当他住在平壤时，大多数电梯一天只运作2次，在早上6点到8点的通勤高峰期，晚上也是同样的时间。水压低常常迫使住在较高楼层的人从地面往楼上提水，或自己安装水泵机。一张夜晚的卫星图片很形象反映了韩国、朝鲜和丹东的区别。两边都是灯火通明，而中间地带黑乎乎的。直到今天，朝鲜夜晚还是限电的，因为能源紧张。这种情况其实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走在平壤的街头，你会发现沿街的住宅阳台上普遍都有太阳能蓄电池板放置，用来应对半夜突然的断电。同时，高楼层连供水也不稳定，不要说饮用水，也会遇到大小便都无法及时处理的情况。于是，有钱人通过金钱交易被分配到低楼层的房子，而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只能被分配到高楼层。在将军的亲自指挥下，朝鲜2022年4月在平壤松花街上建设了80层住宅楼，但后来在华城地区建设的公寓主要是20至30层楼。有分析指出，可能高楼层的分配遇到了大问题，毕竟谁都不想每天上下80层楼就为了提桶水。考虑到这一点，朝鲜有可能故意降低了楼层。有消息称，事实上只有干部住宅已全面竣工，还配备了家具和器具。普通居民的住宅必须由家庭自行完成内部工作。窗户只有窗框，水龙头虽然已经安装好，但不能使用，所以没有自来水。普通平壤居民就算侥幸分到了满意的房子，那么接下来要面临的难题就是昂贵的装修费。在平壤，虽然房屋免费，但装修、维护等费用需自理。由于北韩经济落后，建材短缺，居民常被迫花高价从黑市购买，导致实际负担不轻。
此外，若单位分配的房屋位置不便，远离工作场所，交通成本也会增加生活压力。北韩所谓免费住房，最要命的还是豆腐渣工程问题。新建住宅区虽外观光鲜，但内部质量参差不齐，如漏水、停电等问题频发。韩国《朝鲜日报》记者曾爆料称，金正日是被西川水电站的豆腐渣工程气死的。西川水电站是朝鲜的强盛大国支柱项目，如此重要的工程项目都沦落到偷工减料，居民住房的建设质量可见一斑。朝鲜建筑水泥奇缺，黑市价格攀升，很多施工单位甚至将水泥拿到黑市上出售，这造成住房的建筑质量差，坍塌伤人事故多有发生。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免费分房更多是宣传噱头，实际能享受到优越住房的人是少数。所以不要幻想如果你是一个朝鲜人，你会住到多么豪华的房子。因为当你从高40多层的羊角岛宾馆向外眺望的时候，整个平壤最漂亮的景致一览无余。而如果你带着望远镜，同样也会清楚发现，在高楼大厦背后是低矮的平房和多层小楼。有好奇的外国游客曾拍到平壤站前街两侧的房子，无论高矮都被粉刷得鲜亮，在这些沿街的住宅窗台上还摆放着漂亮的小盆花。导游也不避讳地介绍说，这些都是形象工程，是给外国游客看的，目的就是给外国游客留下好印象。对于这些老旧小区，导游当然是不带游客进去的，也不允许游客自己随便进入。但有人在拐角的时候仅走几步，走进小区看了一眼，发现楼房背着街道的一面没刷油漆，显得光秃秃的。而这些房子很大概率就是幻想着享受所谓免费住房的你会被分配入住的地方。或者你有幸降生在平壤，住上了将军亲自指挥建造的80层高楼，但因为没有什么后台也没钱，你这个普普通通的平壤小市民不小心被分到了最高层。那么在经常停水停电的朝鲜，你就要每天爬80楼提水，又因为没钱装暖气，也没钱装个好门窗，冬天被寒风吹得瑟瑟发抖。就这样，你还要感恩将军赐的房。如果你是一个降生在平壤的普通朝鲜人，那么你就完胜了绝大多数的朝鲜人。但是如果你不幸生在平壤之外，你会拥有怎样的住房呢？朝鲜的分房制度总体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离太阳越近的地方，受到将军的恩情普照越多。更直观的画面就是，当你在太空中俯瞰夜晚的朝鲜半岛时，你会发现，虽然北朝鲜的板块基本上是一片漆黑，但是平壤的位置却有微弱的亮光，那就是金将军发出的光芒。就算是同在平壤，距离太阳的远近都会有很大区别。远离太阳的房屋不是缺水就是少电，那就更不要说其他远离平壤的地方了。可以这么说，平壤的房子担心的是断水断电，而其他地方的房子可能要担心的就是有没有门窗了。平壤300多万的人口，占朝鲜全国人口的13%左右，但是平壤却集中了全国约70%的建筑资源，外地只能分到剩余的边角料，所以房屋质量和数量都远逊于首都。平壤之外的北韩地区分房情况与平壤相比，房屋供应更少，质量更差，以及潜规则的影响更深。平壤之外的城市如清津、咸兴、元山以及农村地区，住房建设远远跟不上人口需求，许多家庭几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甚至没有独立住房。新建住宅项目极少，大部分房屋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建造的老旧建筑，更新速度缓慢，尤其1990年代苦难行军后几乎停滞。与平壤类似，住房由工作单位或地方政府分配，但优先级更依赖于地方资源和个人关系。农村地区的分房多为简陋平房或集体宿舍，城市中则以老式低层公寓为主，高层建筑较少见。像清津这种工业城市可能有一些苏联式公寓楼，但数量有限，且多分配给工厂骨干或管理人员。西义州这种边境地区因经济活动较多，住房条件略好，但常被地方官员或与贸易相关的有门路人士占据。偏远山区和农村的住房则以土坯房或木屋为主，
几乎没有现代化设施。平壤之外的城市公寓多为4到6层的低层建筑，电梯想都不敢想，建筑用的混凝土质量参差不齐，经常会出现墙体开裂、漏水等问题。在一般的小城市里，能安上正经门窗的没几户，基本上都是用透明塑料布或者木板封闭门窗。特别是在靠近中朝边界的地区，朝鲜在近几年为了向外界装点门面，虽然费力造了一些楼房，但是如果用望远镜从中国一侧看向对岸，你就会发现，那些造好的高楼基本上都没有门窗，就不要说冬天的供暖了。平壤以外的农村房屋多为单层平房，材料以砖、土坯或木材为主，屋顶常覆以稻草或铁皮。基础设施极差，许多房屋没有自来水或室内厕所，居民需到公共水井取水，卫生条件堪忧。房屋抗灾能力弱，洪水或暴雨常导致损毁，政府修缮支持有限。在资源匮乏的地区，住房分配更依赖地方官员的个人意志。地方干部或有权势的家庭往往能优先分到较好的房屋，甚至侵占多套住房。普通居民若无后台，可能多年排队无果，或被分配到条件最差的房屋。贿赂成为争取好房的关键方式。现金、食品、香烟或从中国走私来的电器等商品常被用来打点负责分配的官员。所以，那些憧憬朝鲜免费分房制度的人，大概率会降生在无权无势的普通家庭，住在一间稻草盖顶、四面土墙、没有门窗的房子里。想象一下，这样的房子，你还羡慕吗？在朝鲜，法律上，土地和房屋归国家所有，民众通常只有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因此，理论上，居民无法像市场经济国家那样自由买卖房屋。尽管官方不允许私人买卖住房，但是换房子的需求依旧存在，而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在现实中，住房的使用权可以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买卖，也就是黑市。比如，有人搬离某地或不再需要某套房时，会通过现金交易将使用权转让给他人。这种交易通常需要通过人脉关系或中间人完成，价格根据房屋位置、条件等因素而定。在平壤以外的中小城市或农村，住房交易的活跃度较低，因为这些地区的住房多为自建或单位分配，流动性较差。而在平壤，由于城市化程度高，且住房需求旺盛，黑市交易更为普遍。平壤的房屋价格尤其高昂，据一些报道称，黑市上好的公寓可能价值数千甚至上万美元。在朝鲜，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苦难行军时期，由于大规模饥荒和经济崩溃，许多家庭为了生存不得不变卖一切可用的资源换取温饱，包括住房的使用权。假设某人住在平壤一套3居室的公寓里，这是他因在国营企业工作而分配到的。90年代经济崩溃后，他先将房子卖给一个有关系的人，换了500美元和一些粮食，搬到郊区一套2居室的老房子。后来粮食吃完，他又把2居室换成一间单间房加几袋大米，最终住进农村或城市边缘的破旧小屋。这种逐步下降的轨迹，在物资匮乏时期并不罕见。黑市交易房屋使用权有很大的风险，这种非官方交易在朝鲜是被禁止的，一旦被发现，参与者可能面临处罚，包括没收房屋或罚款。因此，交易通常非常隐秘。由于没有公开市场，交易价格和房屋质量完全取决于买卖双方的谈判能力和信息渠道，容易出现欺诈或纠纷。近年来，朝鲜在一些城市，如平壤新建了大量现代化住宅楼，如黎明大街和未来科学家街的项目。这些楼房表面上是国家分配，但有传言称部分房屋通过非官方渠道流入市场，成为精英阶层或有钱人的投资对象。有消息人士称，金正恩在其统治10周年之际，调查其分配给百姓们的礼物公寓的实际入住情况。通过调查了解到，平壤的松新、松花地区住宅没有空房，通过非法高额交易进行入住，原先计划入住人和实际住户不相符的占13%，没有申请同居入住证进行同居的占8%。
平壤市表示将以刑罚处罚高价出售房屋的人员和非法购买国家礼物公寓的实际住户。朝鲜刑法第146条规定，收受金钱或物品转让、接受或租赁国家所有住宅的人，判处2年以下劳动锻炼刑，情节严重者判处3年以下劳动教化刑。在朝鲜，如果2个家庭共同生活在一个房屋内，需要申请同居入住证。可是从申请同居入住证到得到批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还要贿赂人民委员会住宅部，所以一些百姓就不进行申请，通过私下协议生活在一起。其实，在平壤部分地区，商品房的存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曾在2012年就有中国媒体报道称，平壤房价约为每平方米2000元人民币。曾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中国长白县对面的朝鲜会山市的单层房屋价格通常在1.5至2万元人民币每套，高档些的价格则是在3万到3.5万左右。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想不到的低价，但在朝鲜却已经是天价。朝鲜的所谓免费分房政策并没有让普通朝鲜人感受到所谓平等的福利，而已经稳定形成的商品房市场则在预示，所谓的福利分房在不知不觉中已沦为其他国家网友眼中的笑话。看完这些，你还羡慕朝鲜的免费分房吗？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你，如果生在朝鲜，你是想住在平壤几十层没有电梯的高楼，每天为了提桶水累得半死爬几十层，还是想住在农村冬天没有门窗、冷得瑟瑟发抖的铁皮屋呢？